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打破医美迷雾词节目，比较特别一点哦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。大家知道我每年都在开刀嘛，帮大家回春，这是我的岳母。对，我岳母第一次上节目哦。这个为什么会请我岳母来上节目呢？就是因为我想要帮我岳母回春一下，我老婆特别要求哈，大家所以我在帮我岳母动刀之前呢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她之前的样子这样。我敢若知影，阮囝婿吼，一日脚拢真无闲，无闲咧研究，无闲教学生，拢无时间陪遐囡仔陪阮查某囝。所以阮查某囝有咧较不了。对，我老婆常常在抱怨啊，因为我真的很忙。对，就是我平常有空的时候，因为都在诊所里面忙嘛，对，然后我还要当一些医师上课，然后我自己还在做一些研究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每次回家很晚，真的是很忙，真的不好意思，都被我岳母在帮我老婆。所以较无贴心啦，认真拼经济啦。对，好尴尬，大家应该没看到我在节目里面这么尴尬，所以我都冒汗了。今天我们要讲个主题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深层拉提跟浅层拉提，我们要怎么判断因为其实大概我在10年前不断的在跟很多的医师讲说，我们在拉的时候不能只有拉浅层，我们连深层都要拉。一开始甚至有一些老医师啊，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个观念，他们甚至会反对。那有些年轻医师他因为对构造不熟悉，他会感到害怕。那事实上，不管浅层或深层其实不管你今天要做手术还是要做拉线，浅层跟深层都必须要做到。就像我岳母看我一天到晚一直在研究、一直在更新的这些东西。连我知影，咧埋线嘛爱找要拉皮的医师，无要哪有法度知影讲内底构造是啥物款？要哪有法度知影讲内底构造是啥物款？对啊，我岳母说的没有错啦，因为就像我昨天去那个中山医学大学，我在教一些医师做解剖的时候，把这些所有的构造都分得很清楚给大家看。那我发现这也是一个问题，有些人他甚至在外面线也拉了很多了。当我把这些构造分给他看的时候，他第一次看到里面的构造啊，那你就知道我当然也很震惊。应该我们要很熟悉才能做这些事情。如果你不知道里面怎么样，东西插进去其实是很危险。那我们今天回归正题，就是在讲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你看自己的脸，我们要怎么判断你到底做一般浅层还是做深层好？简单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像有一些疗程，像电波、音波，基本上它都是筋膜以上的疗程，都是针对浅层的。那事实上有些人他针对浅层做，那效果是不会好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来看我们岳母的脸，她最在意的脸第一个问题是嘴皮肉。很多人他对嘴皮的第一印象那就是皮松了掉下来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大家回去可以这样做，用你的手把后面靠近骨头后面这个地方，把这个皮这样子捏起来的时候，它有没有改善？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把皮这样捏起来，这一块怎么还在？如果你有这个问题，那代表你不能只做浅层，你的嘴边肉还包含了深层的问题在里面。把这个皮这样捏起来，就是在模拟你今天只做浅层的效果如果做完你会发现有改善，可是这一块好像对脸型的改还不是那么理想，那代表你要做深层。这就像我一直在比喻我们的脸不是一块脸皮贴在骨头上，它就像是一个气球皮，浅层的皮就像气球皮，而深层的脂肪垫它是在里面的那个小石。你今天只有拉外面的皮是不够的，脸型有一个好的改善，你要做到深层。我们把深层这一块拉上去，这一块远远的，它才真的明显改善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把这一块深层拉上去，不仅这脸变小，你这个脸颊凹的地方也会同时改善，你脸才会舒服。比如说我们看中脸，很多人中脸他都是最在意的是法令纹，那我们怎么去看它是深层还是浅层的问题呢？这样拉你会发现它会有改善的状况，可是这里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这一块。大家回去看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这一块。事实上，甚至有医师都不知道这一块是什么。大家第一个反应，这块就是颧骨啊，像我岳母的脸没有那么明显。有一些人他的脸这里会有一块三角形的一块浮浮的凸起来，这个叫颧带那颧带的问题就是属于深层的问题。如果你今天只有单纯拉浅层的话，你这个做完你的颧带还是会一块凸在那。颧带是什么问题我们之前有特别在节目里面讲过颧带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们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是眼袋嘛，这一块是眼袋。对吧？但很多人在眼袋下面这里有一块三角形的构造。我们来看这个图，
这个是眼袋，大家都知道哈。但在眼袋下面这个地方，在颧骨的这个地方，很多人这有一块凸凸的，很容易误会这个是眼袋，可是这不叫眼袋哦，这叫颧带。简单讲，眼袋是眼眶里面的问题，颧带啊是脸的问题。眼袋是眼眶里面的，颧带啊是脸的问题。哦，那颧带它的问题，它就是属于深层的问题。所以今天一样，你在拉中年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有拉浅层，它常常效果不够，它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颧带的问题，因为颧带它是深层的构造。讲完了脸，下脸跟中年，你要怎么去简单判断自己是浅层的问题，还是自己合并有深层的问题？一样哦，我们刚才讲下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模拟用拉浅的效果。我们在拉下脸脖子这个地方，我们一样可以这样子。你可以借由这样子哦，轻轻的捏起这里的皮。大家可以看我的手的动作，我们把这个皮这样捏起来，就好像在模拟把皮拉紧了一样。如果你把皮拉紧的时候，你问题就解决了。OK fine， 那你这个做浅层就好。可是我今天把皮拉起来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？我已经把这个皮拉起来了，这里还是会有两条。这个就是一般人常讲那个直脖纹。这个直的脖纹，它的根源是什么？它是根源是皮松吗？不是，它的问题是来自于我们脖子筋膜的松弛。我们常常在讲，我们脸分成3层，脖子也分成3层。脖子的这3层呢，除了表面的皮，下面有这个筋膜。这个筋膜啊，年轻的时候就像那个窗帘，窗帘在年轻的时候是它是合起来是紧闭的。可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这个窗帘它关不紧了，它会松开，边边就会像这样。当这个窗帘松开的时候，一开始只是这个内侧这个地方，到后面连整个窗帘它都松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出好几条的这个纹路来。这就是属于中间这一层筋膜的松弛。这种你只有拉浅层是没有效的，它一定要连深层，把你的这个窗帘层新收紧才有用。那脖子除了这个窗帘的问题，还有深层的问题。双下巴，或者是他脖子松，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皮下脂肪的问题，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是深层的脂肪垫，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有详细讲。你可以摸摸看自己这个地方，有些人他有深层的问题，他可以贴着这个地方的肌肉，你用力去顶，你会发现你在吞口水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一坨脂肪跟着它稍微有点滑动。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，它通常就是合并有深层问题，它在处理的时候必须连深层一起处理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，我们其实要给大家一个概念。我们常因为自己脸部有松弛跟下垂的问题，我们想要去改善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你到诊所去，它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叫你做电波、做音波。不管你今天做的是新的还是旧的，像现在新的，我们不要讲品牌名称，有这个，不管今天是凤凰还是巨龙，我们就是举例。当你不管你今天做新的电波，还是做旧的电波，你做美国的音波还是做韩国的音波。这些仪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它基本上它是不可能穿透筋膜的，也就是它一定是走在浅层这个地方。如果你的问题只是浅层的话，可以这个东西可能可以符合你的需求，但是有很多人他的问题它是合并有深层的，或者是它主要的根源是深层的问题。这些仪器你做了1万发，做了1万次也没有用，甚至只会让它更严重。有时候有些诊所他没有先看到你，他没有先帮你诊断，他可能就只是先说服你要做这件事。没有关系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帮自己简单的自我诊断，你有没有深层的问题？你了解了，你才会知道这个疗程对你有没有效。因为我们一直秉持一件事，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就要找专业。谢谢我岳母今天上这个节目哦。那之后我会帮我岳母改造，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岳母改造的状况，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看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，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跟我们的线上客服人员讲，他会把我的这本著作，这本书呢，它虽然主要是讲微整，那里面讲很多脸部构造的问题，可以把这本书的电子档寄给你们哦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自己的问题，欢迎在我们的脸书官网、YouTube、微博很多地方都可以跟我们留言哦。我们线上的客服人员就会把你们的问题直接转达给我，再跟你们讲怎么处理会比较好。OK， 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
因为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哦。